上一次认为苏联军队非常无能的是纳粹德国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开战之前，他扬言苏联就像一所破房子，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座房子都会倒下来。事实怎么样呢？正如斯大林所说的，既然敌人想要歼灭战，那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再早一些，认为俄罗斯不堪一击的是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他带进俄罗斯的60万大军，最后只剩下2万人逃回了法兰西。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的话题是下一阶段乌克兰战争的走势如何。有一些人可能会很尴尬，俄罗斯从基辅撤军以后各路大神都在对后续的战事进行预测。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后续战事将主要在乌克兰东部发生，具体的形势呢将如同第2次世界大战。二战在乌克兰境内发生的所有的战斗行动都是异常激烈和残酷的。这一次历史真的会像库列巴说的那样重演吗？从过去1个多月的战况看，双方在很多时候确实还是在用机械化时代的一些战术和战法，但是俄乌双方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还是很有一些说道的。有2个方面让人印象深刻。首先是移动通信网络，从开战到现在俄军并没有摧毁乌克兰的移动通信网络，这让人是匪夷所思开战到现在，乌克兰军队的通信情况良好，他们很方便的用手机彼此联系，用社交媒体发布各种有利于自己的战场信息，甚至利用民用通信网络组织战斗和后勤补给。另一个是大量的使用无人机。我们从最近几年的局部战争可以发现，越是弱小的武装力量，越是倾向于购买民用无人机来执行空中侦察甚至是火力打击的任务，这为军用小型无人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前景。乌克兰提出希望北约提供更多的重型装备，这意味着乌克兰打算重建正规化的陆军和俄军打正面的对攻。北约也已经开始组织成员国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装甲车坦克、自行火炮、远程防空导弹等。所提供的这些型号都非常的陈旧，包括特七2、BMP-1、豹1等等，都是40年甚至50年前的老型号。这里面就又出现了俄罗斯让人不解的第2个问题：俄军为什么不切断西方国家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通道？空中是不敢来了，只能从地面输送无论是公路还是铁路，俄罗斯切断地面交通运输线路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他就是不动手，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第1阶段的交手中，乌克兰特种部队渗透到战线的后方，拦截和打击俄罗斯的后勤车队，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麻烦。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有2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军事素质还不错，北约的亲手训练果然让乌军比2014年长进不少。另一方面是俄罗斯早早就提出了去纳粹化的战争目标，而乌克兰的特种部队手上都是血债累累去纳粹化意味着这些人一个也跑不掉，所以这些人他们的作战意志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如果战争演变成正规化、机械化的对抗，乌军拥有的小快灵的优势恐怕就派不上用场了。俄军的坦克以及协同训练一直没有停歇，而乌克兰在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几乎是零，所以双方要是在大平原上拉开架势，搞一场主力的决战，胜负那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如果仅仅考虑战场之内的因素，俄罗斯只要稳扎稳打，不搞轻敌冒进，就有机会慢慢解决乌军在乌东部地区的重兵集团。乌军的有生力量一旦被消灭，西方援助再多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西方媒体出于其本能一贯的贬损俄罗斯。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的研究员沃特林他说俄军到目前为止一直都很无能。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欧布拉恩说，俄罗斯已经把自己75%的机动部队投入了乌克兰战场，还动员了6万预备役，俄军已经精疲力尽，士气低落。我想提醒一下西方的这些所谓的专家，上一次认为苏联军队非常无能的是纳粹德国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开战之前，他扬言苏联就像一所破房子，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座房子
都会倒下来。事实怎么样呢？正如斯大林所说的，既然敌人想要歼灭战，那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再早一些，认为俄罗斯不堪一击的是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他带进俄罗斯的60万大军，最后只剩下2万人逃回了法兰西。虽然俄军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很难指望他们在下一阶段打出什么特别漂亮的仗来，但是那些过度的贬损俄罗斯军事能力的人，可能都会被现实打脸。这场战争俄罗斯不会赢得很容易，但是指望俄罗斯会输，恐怕也很难。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